你得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。新婚当晚，沈雨嫣躺在床上，别过脸，用冷傲的语气这样跟我讲。我顿时笑了，挑了挑她的曼妙下颌，用痞里痞气的语气回应，我只要你的身子就行，要你的心干吗？你个混蛋！她气得骂我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和沈家千金沈雨嫣是联姻。举行婚礼时，她的知己李浩辰一直守在婚礼宴厅入口，眼巴巴注视着我俩交换结婚戒指。沈雨嫣全程刻意避开他的目光，晶莹的泪珠不断滑落，滴答滴答砸在身前的红尾上面。这位沈家大小姐明明心有所属，却不得已嫁给了我，只因两家公司合作紧密，出于利益考量，家族让我和她联姻。而沈雨嫣若想获得自由，不仅要与我成婚，还必须和我孕育一个孩子。说白了，两家公司需要这个孩子来捆绑，孩子才是重点，我俩结婚是次要。沈雨嫣的那位红颜知己叫李浩辰，对于这件事，李浩辰心知肚明，甚至点头应允，只等我俩生下孩子，便和沈雨嫣重新在一起。这是于我而言，实在太过炸裂，但为了两家公司几百亿的利益，也只能应下。当晚，婚房内，我与沈雨嫣准备行房事，她躺在床上，美眸瞥向一侧，不愿与我对视，还斩钉截铁地说，你得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。我闻言笑了，抬手挑了挑她的下颌，不以为意回应，我只要你的身子就行，要你的心干吗？你个混蛋！她没气到我，反倒被我的话噎得气急，目光猛地投过来，咬牙切齿的模样像是要吃人。我仍旧不以为意，方才那番话，句句是真心。我们的婚姻本就始于利益，等有了孩子，我俩就会分开，他爱去哪去啊？我才懒得管。接下来，我无视美人的愠怒，俯下身，尽享她的每一寸肌肤。说起来，沈雨嫣曾是我的暗恋对象，我当年鼓足勇气表白，却被她干脆利落的拒绝。可到头来，她还是这般与我躺在了同一张床上。我俩在别墅婚房内坦诚相对，共赴云雨。而别墅外，沈雨嫣的那位知己，如今该称他为我太太的红颜知己的李浩辰，竟从婚礼一路跟到了这里。此刻，他正处在大门外，像尊雕塑般静静凝视着楼上的婚房。我知道他站在那儿，沈雨嫣自然也知道，他任由李浩辰在门外守候，似是想用这种方式彰显二人对爱情的忠贞。可是，我眼下这位眼波迷离、脸色潮红，哼着动情旋律的女人，又是谁？此刻沈雨嫣媚态尽显，脑袋仿佛坠入云端，无意识地将两手紧紧扣住我的手掌，尽情沉溺在彼此的温存里，说她对爱情忠贞。呵呵，我不信，还有门外那位，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友嫁给别人，还要夜夜与他人同床，直至孕育出孩子，这样的男人真是人才。他当真喜欢沈雨嫣吗？对此，我同样深表怀疑。别的不说，若是我女友要嫁给旁人，还要给那男人生孩子，我早就抽身离开了，或是只要他点头，立刻带他私奔。东风吹，战鼓擂，如今社会谁怕谁？只要觉得不爽的事，谁都别想逼我去做。总之，我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友与别人夜夜笙歌。我实在不懂他俩的心思，
亦或者还有一种可能，李浩辰或许根本不爱沈雨嫣，他爱的不过是他的身份，图的是沈家的家产，因而才不在乎这一切。我是个商人，浑身浸着铜锈味，总习惯把他人的行为往利益上考量。雨嫣，咱们再来。心头的兴奋劲儿尚未褪去，我又向他贴近，毕竟是年少时心心念念的人，此刻得偿所愿，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悸动。不过事后一件事令我极为震惊，大战过后，原本洁白的床单上赫然留下了一抹嫣红。我凝眉细看，几乎不敢相信。哇去，你还没跟男人睡过？我诧异地开口。难怪刚开始接触时，沈雨嫣会鬼哭狼嚎，原来她还是纯洁之身。可外界都说她与那位痴情郎爱得死去活来，这纯洁之身又是怎么回事？哼，我洁身自好。沈雨嫣白了我一眼，语气带着几分傲气道：莫结婚前不会跟任何人乱来的。七，我听后撇撇嘴，下意识挑逗他，我才不信。补的吧？你才补的呢。沈雨嫣又被气到，又羞又恼，拽过我胳膊便下口咬下去。属实没想到他会咬人。哎呦喂，我信，快松口，被咬疼了。好说歹说，他才松口。往后，我凑近，与沈雨嫣贴在一起，忍不住八卦起他和老相好之间的事。不睡觉？那你平时跟男友在一起都干些什么？谈及这个，沈雨嫣更显神气。我和浩辰有着灵魂共鸣，我俩平常在一起，主要是心灵上的沟通。他尊重我，也懂我，不像你这种，眼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，还对我很粗鲁。好吧，我承认刚才确实有些急躁，可我本以为这位大小姐早已失身，哪料到她竟是位黄花大姑娘。罪过，罪过。想到刚才的莽撞，我不禁心生几分悔意，实在有些对不住这位纯情大小姐，同时也越发佩服门外那小子，没碰过沈雨嫣不说，还能眼睁睁看着她与我结婚同房，这份定力着实厉害。他们两个似乎真的爱到了放弃肉体，只求灵魂契合的地步，真是可歌可泣。我甚至打消了此前对二人利益图谋的揣测，渐渐愿意相信他们是真爱，甚至暗自盘算，等沈雨嫣生下孩子，便亲自牵她的手送到李浩辰面前，再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虽说不懂他俩的脑回路，但我选择尊重。轰隆隆，窗外这时突然响起雷声。浩辰，他还在门外。躺在我怀里温存的沈雨嫣听到雷声，连忙起身穿衣，神色匆匆说道：快下雨了，我得出去跟他见一面，让他赶紧走。我被他俩的灵魂爱情打动，听见窗外溅起的雨声，连忙提醒多穿件衣服，别着凉。对了，记得打伞，真怕他俩为了彰显爱情伟大，在雨里上演什么苦情戏码。毕竟沈雨嫣要怀我的孩子，在生下宝宝前，我得确保她爱惜身体。我知道。他投来一记复杂眼神，后轻应一声，抓起外套，扭着身子走出了卧室。老婆要出去见老情人，我却不温不火，还主动叮嘱关心。这般相处，若是被不知情的人瞧见，怕是要以为我们是一对相亲相爱、相濡以沫的知心夫妻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我终究还是放心不下，走到阳台观望，就见沈雨嫣撑着伞，一步步走到李浩辰面前，低声说了几句。李浩辰点点头，转身便要离开，临行前还特意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他的目光深沉，又带着些许无奈。我对这位红颜哥了解很少，
也不愿去了解，能答应让自己的女友和别的男人结婚生子，等生完孩子再复合。这样的男人，我不认为他值得自己花费心思调查。送走李浩辰，沈雨嫣立刻折返回别墅，回到床上，郑重其事地跟我保证，放心好了，我和浩辰都有底线，我不会跟他私奔，他也不会带我做那种事，而且就算私下见面，他也绝不会碰我。浩辰是这世上最懂分寸的男人，等我生下宝宝，他才会真正和我在一起。我尼玛，大脑被他这番话震得滞停了好几秒，是我跟不上时代了，还是这俩人的想法太过离谱，实在难以苟同。但这终究不关我的事，自己的义务不过是与他结合生子，将两家公司的利益牢牢捆绑，催生更多价值。等1年后孩子出生，是离是留，全凭沈雨嫣的心意。这晚，我和沈雨嫣相拥而眠，她窝在我怀里，睡得格外安稳。翌日，我前往沈氏公司，全面对接两家的业务。去洗手间的路上，恰巧偶遇了李浩辰。按理说，我抢了他的女友，昨晚还和他同床共枕，他看我的眼神该如现杀父仇人一般，毕竟夺妻之恨堪比杀父之仇。可事实并非如此，李浩辰只是攥了攥拳，随后像是撞见了洪水猛兽，快步避开了我。出来审视，大多员工并不认识我，他们当着我的面低声议论起李浩辰。哎，李组长真可怜，为公司兢兢业业，到头来却被董事长千金给甩了。是啊，他跟沈千金谈了那么久，终究还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没能成，太可惜了。我以前好磕他俩，不过李组长这么优秀，肯定不愁找女友。倒是咱们董事长千金，错过了李组长，将来铁定会后悔。听着员工们的议论，我才发觉李浩辰在公司的人缘竟这般好，且听上去还挺上进。可在我眼里，能答应女先嫁给别的男人，等生完宝宝再复合的男人，算不得好男人。纵使他其他方面再优秀，在我这儿也不过关。反正我是理解不了他们的思维，而且心下感觉自己就顺应长辈结个婚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恶毒反派。这么说吧，自己有钱有颜又有势，悬抢了李浩辰的女友，若是把我们仨的故事写成小说，我活脱脱是破坏男女主在一起的恶毒反派，李浩辰则是惨遭虐心的男主，沈雨嫣是被反派纠缠的女主。等将来男主心死离去，女主幡然醒悟，怕是要对我展开疯狂报复。脑补出这狗血的虐文剧情，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人生如戏啊，当然这些不过是胡思乱想，当不得真。不过有人偏偏将我往恶毒反派上靠近。中午和沈雨嫣去附近餐厅用餐，作为夫妻单独用餐很正常吧？我这人喜欢开玩笑，用餐期间开个玩笑，把沈雨嫣逗得咯咯笑起来。然而这一幕到了某些人眼里却变了味，刚好被李浩辰以及数名前来一起用餐的同事撞见。李浩辰当即停下脚步，攥着拳头紧紧盯视着我俩，维持了片刻，猛地转身，如避蛇蝎般仓皇走掉了，好似被伤到了的样子。我不禁冲对面沈雨嫣挑挑眉，后者摇头莞尔一笑道：没事的，浩辰会理解我们的。理解个大头鬼，我的意思让他处理明白，不行就先送李浩辰先出国，放在眼皮子底下。冷不丁整这么一出，太膈应人。而李浩辰走后，一名女生留下，大踏步走到了我们面前。该女生十分明艳，姿色绝不输沈雨嫣。江总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这样羞辱李组长，
有意思吗？女生开口就是指责。MMP。我特摩登时皱起眉头，羞辱他？说个玩笑也有错。他是谁？我向对面沈雨嫣投去询问的目光。不等沈雨嫣回答，那女生自顾自做起自我介绍。我叫宋暖，是李组长的同事，只是同事关系，会站出来为李浩辰打抱不平。宋小姐，我一字一读，认认真真回他，本来没必要跟你废话，但既然你过来指责，我必须说两句。第一，我们这是正常用餐，没有针对任何人。第二，你是以什么立场指责我？或者说，你是那位李先生的什么人？我就开个玩笑而已，便遭受指责，这也太不讲理了。还有，这宋暖肯为李浩辰打抱不平，想必一定跟他有点关系。沈雨嫣听了我说的第二点，顿时眉头皱起，同样语气不善开口。宋小姐，你越界了，我们之间的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说三道四。我俩都冷了脸。你们？那宋暖被堵得一时说不出话，我则随后冲附近的餐饮店经理招手。经理，这里有人骚扰。那经理一听，赶紧快步来到近前，对宋暖进行驱离。哼，姓姜的，你敢这样对我，给我等着！放了句狠话。宋暖适才离去，听他口气很暴躁。事后我找人调查了下，得知这位宋暖来自南城的豪门宋家。这位大小姐之所以出现在沈氏公司，似乎是奔着李浩辰而来，而且她还计划离开沈氏公司，出资金与李浩辰一起创业。难道她是深情女二？看过调查到的宋暖资料，我又忍不住往虐文剧情上脑补。虐文里向来得有个女二接盘男主，我越想越觉得这位宋暖大小姐完美契合虐文对女二的设定。日子一天天推进，这天沈雨嫣查出了怀孕，她特意在公司把我截住，随手递来一张 B 超单，语气惬意，我怀孕了，已经3周。我接过报告扫了眼，默默算了算时间，3周前正是我俩新婚之夜，这孩子8成就是那时候怀上的。恭喜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他再次开口，莞尔一笑说道，笑容自然又轻松。同喜，我也笑得自然，说道，也恭喜你，要当妈妈了。此刻的我们，倒不像是夫妻，更像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不远处，李浩辰正望着我俩，眼神里翻涌着悲伤、无奈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。宋暖就陪在他身边。李浩辰深深吸了口气，紧锁的眉宇骤然舒展，像是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扭头看向宋暖，顿了读，开口问，宋暖，你上次说愿意出资金一起创业，还算数吗？宋暖眉头一挑，眼底瞬间迸发出笑意，爽快回道，浩辰哥，看来你终于想开了。李浩辰应了一声。当天，宋暖就向人事部递交了辞职，李浩辰却没有，他直接找到我，将辞职申请拍在办公桌上。姜总，他看着我，语气带着几分释然。我放下了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需要沈雨嫣签字，你帮我搞定。我立刻走人，从此绝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他的眼神里满是离别的决然。按理说，他主动要走，我该高兴的不行，甚至该摆出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毕竟他留在公司，于我而言始终是个膈应。可我真实的反应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辞职请去人事部，我这里不办理。我抬头睨了他一眼，淡淡说道，人事部会把报告交给雨嫣签字，他不会同意我离开的。
李浩辰急忙解释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。说白了，他是想让我帮忙，神不知鬼不觉间让沈雨嫣签字放行。呵呵，真是笑话，玩这种幼稚戏码，真当我是那种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恶毒反派？李先生，我再说一遍。我语气冷了下来，我这儿不受理辞职报告，该找谁找谁去。说罢，我直接按响了助理的内部通话，周助理，来我办公室，把无关人员请出去。李浩辰的脸色瞬间铁青，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不配合，打了他个措手不及。哼，江野。他攥紧了辞职报告，声音里满是不甘与痛恨。这是他第一次对我流露出如此强烈的负面情绪。你不过是赢在出身，其他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不靠父母，我绝不会输。话语落地，周助理已经推门进来。李浩辰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快步离开。我只是付之一笑，没告诉他自己是清大毕业，在校时就和同学合伙开公司，没靠父母一分钱，就赚了几千万。更没说我爸有好几个私生子，大伯家的孩子更是公司继承人的强力竞争者。如今的位置全是靠自己拼杀出来的，从不是坐享其成。就像此刻他要离职的事，我早有预料。我甚至知道他和宋暖打算借助宋家的远洋航运优势，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。有宋家兜底，这家公司大概率能赚钱。早在召唤助理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开始盘算，要不要注册几家投资公司，悄悄给他们的新公司注资，趁机多拿股份，让他们到头来不过是替我打工罢了。我是从家族竞争里拼杀出来的，和沈雨嫣这种顺位继承的独生女本就不同，但这些实在没必要跟李浩辰浪费口舌。现在的他还不配我为他多费一点时间。这件事过后没多久，不知李浩辰用了什么办法，还是拿到了沈雨嫣的签字，顺利办理了离职。李浩辰离开沈氏之后，与宋暖合伙开了家进出口贸易公司，二人干得风风火火，接连签下数个大单。沈雨嫣这边倒并未受到影响。对于李浩辰的离开，沈雨嫣曾美滋滋地跟我说，浩辰自己创业去了，等生下孩子，他正好事业有成，就能风风光光来接我。可李浩辰早已放弃他了，他却还活在自己编织的空想里。我实在不知该不该戳破这份虚幻的期待。有了宝宝后，我俩偶尔还会温存，但随着他的孕肚渐渐隆起，便慢慢停了下来。沈雨嫣也渐渐察觉到，自己与李浩辰之间正变得越来越疏远。奇怪，望着手机荧幕上与李浩辰许久未收发过资讯的聊天对话框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事态的发展早已超出了自己的掌控。我居然已经跟浩辰3个月没见过面，也没发过资讯了。他失神的喃喃自语，我听见了，绕到沙发前坐下，随手一揽，将他拥入怀里。一切让你感到不开心的事，都别去想。我的人生宗旨，向来是绝不内耗自己。闻言，沈雨嫣似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往我胸膛更贴近了些，仿佛在汲取那份暖意与爱意。你说，我和浩辰还会在一起吗？他轻声呢喃着发问。我知道，沈雨嫣大抵已经清楚，他们俩早已渐行渐远。此前说好的1年之后再重新在一起，如今看来已是痴人说梦。在我眼里，那本就是沈家给他下的套，用来哄骗他这颗恋爱脑的。什么白月光，什么初恋，随着时间流逝，那些情愫总会被慢慢冲淡。若是忘不掉，也不过是因为当下的日子过得不够好罢了。可我待沈雨嫣，好的没话说，既有包容，又能在事业上为他撑腰。
对他而言，绝对是理想的伴侣人选。况且，他的诸多第一次，比如接吻、肌肤之亲，都是在与我结婚后才拥有的。我于他而言，既是印象深刻的理想伴侣，也是可以停靠的心灵港湾，还是生理上的高度契合对象。取代李浩辰在他心中的位置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。这点，李浩辰其实早就看得明明白白。自从结婚后，沈雨嫣在我面前总是笑靥如花，不过1星期光景，他便将李浩辰抛在了脑后，嘴上虽说着喜欢对方，身体却诚实地往我身上靠。他的那份情愫，随着我的到来，逐步发生了转变。正是因为看透这些，李浩辰才会彻底失落离开。又过了3个月，沈雨嫣终于认清了自己心意的转变。她扶着肚子，一字一读，无比认真地对我说道：“江野，我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你了。”不，我轻笑一声，回应道：“你喜欢的人是李浩辰。”不对，他立刻否定，随即叹了口气，回忆着过往道：“李浩辰和我，顶多算是知心同伴，说是男闺蜜也不为过。我是独生女，从小爸妈就教我，要提防那些图谋沈家家产的坏男人，所以我对任何男生都防备心很重。直到无意间邂逅了李浩辰，他家境不好，打小就自卑，一开始总躲着我，可他越躲，我反而越感兴趣，于是便主动追了上去。后来，他终于答应和我交往，却从不敢碰我。”说到这儿，沈雨嫣冲我俏皮地笑了笑，接着往下说：“其实，我骗了你。之所以婚前一直保持着纯洁之身，不是我不愿，而是他不肯碰我，说一定要等我爸妈认同之后，才能光明正大地拥有我。他太谨慎，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自责好久。这点跟你可完全不一样。”话题突然转到了我身上，沈雨嫣像是又想到了什么，莞尔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呀，摸脸摸皮的，几乎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更不会跟自己较劲内耗。咱俩在一起后，我几乎没有任何烦恼，只觉得浑身畅快，有种说不出的潇洒爽朗。”说到这里，沈雨嫣笑得愈发明媚，看向我的眼神里仿佛盛着点点星光。她接着说道：“我承认，被你的潇洒爽朗打动了，现在已经舍不得和你分开了。”简而言之，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非李浩辰不可，转而想和我好好过下去。几个月前，她还信誓旦旦说我只能得到他的人，得不到他的心，如今却愿连自己的心一并奉上。看似世事无常，实则从沈雨嫣答应父母与我结婚生子那刻起，就为他和李浩辰的分离埋下了伏笔。只是当时二人都莫能看清。沈雨嫣眼巴巴地注视着我，显然是透露完想法后，想从我这儿得到答复。我淡淡应了声，随即用温和的口吻回应：“不想分开，那就不分了，我会陪你一直走下去。”这态度已然足够明确。经过这些天的接触，我并不觉得沈雨嫣是抛弃初恋的渣女，反倒总觉得真正有问题的人是李浩辰。几次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他不止性格谨慎，还格外自卑。当初听说他答应让女友先跟别的男人结婚，生完孩子再复合时，我就觉得这人脑回路清奇。这样的男人，爱得太过卑微，不仅得不到尊重，反而会把女友越推越远。说白了，在我看来，他和沈雨嫣之间的问题，根源主要在他身上。但凡他态度坚定些，像个男人一样明确拒绝沈雨嫣和别人生孩子，给他足够的定心，二人合力反抗，凭着沈雨嫣当初的恋爱脑，没人能阻挡他们在一起。
事在人为，人总得有反抗精神，不然就只能是别人案板上的鱼肉。基于这些，我认为沈雨嫣抛开李浩辰与我结婚生子是非常明智的决定，因此我愿意和他尝试着走下去，好好生活。接下来我和沈雨嫣的相处日趋紧密，他和李浩辰之间的联系也彻底中断。往后沈雨嫣居家养胎，常常坐在沙发上轻抚着一天比一天大的肚子，等着她的丈夫回家。另一边，我们江家和沈家都有下属外贸公司，宋暖和李浩辰正卯足了劲抢这两家子公司的订单。对此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他俩随便折腾。有次商业晚宴，我恰好撞见了宋暖和李浩辰。江总，又见面了。宋暖身着抹胸红裙，踩着10厘米恨天高，挽着李浩辰的胳膊走来，主动与我举杯。他俩初创公司那会，不仅有宋暖的资金注入，还得到多家投资公司赏识，往其公司注入了大量资金。借助这些注资，短短不到1年，二人便把公司做大。如今他们的启辰公司估值10几亿，正准备计划上市，二人也算小有成就。宋总，还有这位李总，好久不见。我举起酒杯轻碰了下，淡淡打了声招呼。听说你们江家和沈家的外贸公司最近挺不好过。宋暖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。还行吧，我依旧淡淡回应。话落，眼神四下张望，想去寻找熟人。见我对二人的谈话兴致缺缺，宋暖当即轻哼2声，带着指责开口：江总还真是一如既往的高冷。怎么，我南城宋家二小姐的身份，不配跟你多聊几句？我很清楚，这位宋家二小姐是因为上次被赶出餐厅怀恨在心，一直记着仇。宋二小姐说笑了，我还是那副淡淡的语气，随口跟对方开了句玩笑，毕竟我是有家室的人，跟宋二小姐这般漂亮的女生，还是保持距离为好。我本是随意敷衍，没想到这番话竟戳中了李浩辰的肺管子。江总，先别得意。他冷着脸说道，信不信等雨嫣生完孩子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就能让她乖乖回到身边。真没想到，他对自己和沈雨嫣的感情还存有这般信心。殊不知如今，沈雨嫣每晚都得贴着我才能入睡，而再过不到2个月，她就要分娩，届时有了孩子牵绊，更不会再被其他男人牵扯心神。这姓李的，很多时候总会做出误判。而且他说这话时，我清晰看见宋暖的脸一下就绿了，对我的敌意也顿时骤减。宋暖出钱出力出资源，帮李浩辰成立公司乃至做大，之所以做这些，明显是为了想和李浩辰在一起。我真想提醒一下李浩辰好好珍惜身边人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并没有这个义务。雨嫣还在等我回家。二位失陪了，我懒得再跟他们掰扯，扬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将空杯放在桌上，转身便踏步离去。身后仍传来李浩辰的叫嚣。雨嫣的心永远在我心里，终有一天他会后悔跟你在一起，转而回到我身边。后悔？我头也不回，撇撇嘴付之一笑，当这是女频文，女主抛弃初恋后又突然后悔，然后去啃回头草，想啥呢？现实里，只要和新欢过得好，才不会想起旧爱。我发现李浩辰确实像女频文里的男主，对现实似乎认识不清。他们的公司能做大，相信90%是宋暖的功劳。1个多月后，沈雨嫣顺利分娩，诞下一名男婴。老公，你看咱们孩子这鼻子、嘴巴，还有这小耳朵，都随我呢。嘻嘻，的确，孩子的整张脸
都与沈雨嫣有着极高的相似度。他全然沉浸在这份家庭的幸福感里。收到李浩辰发来的复合短信时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快速编辑好内容发送回去，随即立刻举起手机，语气恳切地表忠心：老公，我拒绝他了。我扫了眼荧幕，他的回复很是干脆：抱歉，我不会离开江野，要和他永远在一起。你换个人喜欢吧。但仅仅是拒绝还不够。紧接着，他当着我的面直接将李浩辰的号码删除，再次保证我把他删了，以后绝不会再和他有任何联系。如今的沈雨嫣，满心满眼都是我。李浩辰早已彻底沦为了过去式，而那之后，李浩辰像是发了疯一般，处处争抢我们公司的业务。他和宋暖的公司很快成功上市，市值翻了数倍，总市值已接近100亿。又一次商业宴会的相遇，有了底气的李浩辰说话不再像从前那般拘谨，字里行间都带着刺。江野，你们和沈家合开的外贸公司应该快撑不下去，要关门了吧？从前这类挑衅的话语大多出自宋暖之口，李浩辰只有被逼急了才会蹦出一两句，且杀伤力远不及宋暖的一半。此时宋暖并未站在李浩辰身边，而是在不远处与其他公司的老总们热络攀谈。最近见过这女人2次，她竟不再像从前那般处处针对我，甚至偶尔还能平心静气地聊上几句。李总公司越做越大，真是厉害，厉害。我的回应依旧波澜不惊。见莫看到自己想看的慌乱反应，李浩辰又接着挑衅：哼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是在装淡定。别急，这还只是开始。下一步，我准备进军其他领域的专案。对了，听说你们公司打算拿下西郊的一块地皮，搞商业圈开发。巧了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如今的李浩辰羽翼渐丰，便也锋芒毕露，那语气显然是刻意针对我。李浩辰，劝你不要乱来。我好心提醒道，他却早已被复仇冲昏了头脑，眼神里迸发出浓烈的火焰。哼，怕了，我会一步步把你打败，把你的一切都抢过来。闻言，我只是勾了勾唇角，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而不远处的宋暖，目光时不时朝这边瞥来，落在我身上时，又会迅速移开，眼神复杂至极，似藏着不甘、怨念，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离开晚宴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这位宋二小姐竟偷偷背着李浩辰，拦停了我的车子。我们谈谈。她俯身凑近车窗，开口说道。下一秒，车门被打开，他径直坐了进来，车子随即启动，继续往前行驶。宋小姐，有事吗？我开口问道，语气依旧不咸不淡。他目光复杂望着我，顿了读，抿了抿唇才回应：好吧，我承认，你赢了。宋暖彻底放下了往日的高傲姿态，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绝望。原来，启辰公司的股份中，他只占 15%， 李浩辰占 17%， 剩下的大部分都来自多家投资公司。直到最近，宋暖才得知，这几家投资公司的背后，竟指向同一个老板，是江家的继承人江野。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和李浩辰早就落入了我不下的局。如今再看李浩辰还在局主面前叫嚣，在他眼里只觉得巨可笑。我们合作吧。他顿了读，语气带着几分试探。我要启辰公司的控制权，条件随你提，包括我自己。事到如今，宋暖算是想通了，李浩辰眼里从来没有他，性子还格外执拗。公司里大部分的合作
都是靠他一手争取来的。他已然放弃了继续与眼前这个男人作对，转而想要向他靠近。为了达成目的，他甚至不惜献上自己。女生大多有慕强心理，宋暖也不例外。在充分见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的运筹帷幄后，她不再留恋李浩辰，反而生出了想将这个男人抢过来的念头。而我恰好也有与他合作的打算。那几家投资公司幕后老板的身份，本就是我故意透露给他的。我算准了他早已被李浩辰消磨尽了耐心，正好顺势将他拉拢到自己这边。江、沈两家的公司也能借助宋家的航运资源，全面扩充商业版图。后来，车子停在了江边，我们在车上密谈了许久。期间，车子有过起伏摆动，像是里面的人在发生争执打斗。不远处的司机看到这一幕，非但没有丝毫担心，反而还咧嘴偷偷笑了起来。等宋暖从车上下来时，面若桃花，一脸满足，比往日显得格外艳美动人。转眼又过了2年，这2年里发生了2件大事。第一件事，启辰公司发生重大人事变动，原本风头正盛的李浩辰被众股东联合罢免，由宋暖接替了董事长的职务。第二件事，李浩辰孤注一掷，抛售了自己手中启辰公司的股份，又通过融资贷款，高价拍下了西郊的那块土地，打算顶替我在那里开发商业圈。拿下地块那会儿，不少商界人士纷纷上前巴结，李浩辰一时风头无两，得意至极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一则消息传来，市里的重点规划根本不在西郊方向，西郊商业圈的专案彻底黄了。李浩辰买下的土地迅速贬值，亏损了10余倍不止。其实，西郊本就不在城市的开发规划范围内，是我故意放出了假消息，还让水军大肆传播，才让所有人都误以为那块土地即将被重点开发。论商业手段，他李浩辰还差得远。这么一折腾，他卖股份的钱亏了个精光，还背上了巨额债务。这段时间一直在东躲西藏，不敢露面。在我和沈雨嫣儿子轩轩的2岁生日宴这天，李浩辰又出现了，站在宴会厅的入口，远远望着我和沈雨嫣的幸福模样，一如3年前见证我们结婚时那般。不同的是，上次他尚未经历这2年的起起落落，眼神里满是怯懦，而这一次看上去比从前成熟了些，看向我们的眼神充斥着不甘与后悔。李浩辰现在万分悔恨，不明白当初自己为何像个傻子一样答应了沈家人的要求，眼睁睁看着沈雨嫣嫁给别人。若是那时能强硬一点，和沈雨嫣坚定站在一起，又有谁可以拦下？终究是那时的懦弱，亲手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向了别人。宴会厅入口有保镖阻拦，李浩辰根本进不来。最终，他只能带着满身的失败与不甘，郁郁离去。再往后，他潜逃去了国外，自此便没了音讯。番外，生日宴这天，宋暖也来了。姐姐，她微笑着唤沈雨嫣，祝轩轩生日快乐。沈雨嫣回以浅笑，没有拆穿这女人为何会亲切称呼自己为姐姐。毕竟，每年拿着几个亿的分红，这其中少不了宋暖的功劳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